虎尾兰很危险，被众多花友拉入了黑名单，据说有一些要命的原因，看完再决定要不要弃养吧。虎皮兰别名虎尾兰、千岁兰，代表着坚定、坚毅、财富、长寿，是园艺一直的常青树。不过你可知道，最近很多人觉得不应该在家中养护虎皮兰，这会给家庭带来厄运，还会对身体造成不利的影响。这究竟是真是假？为什么要这么说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将为您揭开虎皮兰之谜，解答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虎尾兰拉入黑名单。经过我的调查发现，传闻虎尾兰被拉入黑名单的原因其实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传言它对家庭的运势和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，另一方面是90%的花友觉得虎尾兰太难养，养起来太费钱。这些传言是否可信？以后要不要养虎尾兰？今天就来一一揭晓答案。一、风水与健康的传言。传言一：虎皮兰干扰睡眠。有人认为虎尾兰具有夜呼吸功能，在夜晚会吸氧，放出二氧化碳，从而造成室内空气品质的恶化，进而影响人的睡眠。所以他们觉得不应该在家中饲养虎皮兰。尽管虎皮兰可以在夜晚呼吸，但其排放的二氧化碳很少，并不会对室内空气品质及人类的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。如果你对排放的二氧化碳还是很介意的话，只要不放在卧室就好了。传言二：虎皮兰能吸引虫子。有人说虎皮兰叶片肥美多汁，很容易招来小飞虫、蚊虫等，这将会为家中的卫生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所以他们觉得不应该在房子里饲养虎皮兰。虎皮兰的叶片虽然肥美，却有着一种类似于蜡一样的东西，这种东西可以阻止水分的流失，同时也可以阻止一些昆虫的进入。另外，它的花朵并没有什么香气，也不会引来什么花粉，也不会引来什么蜂蜜之类的昆虫。所以如果注意浇水，通风良好，就不会有虫子滋生。传言三：有损风水。一些人相信，由于虎皮兰叶片呈剑刃状，并有明显的斑点，因此被视为一种极具阳刚之气的植物，否则就会破坏这个家庭的阴阳，从而影响家庭的运势。所以他们觉得不应该在家中饲养虎皮兰。虎皮兰的叶片呈剑形，却没有任何刺激性，也没有任何冲撞的气息。与此相对的是，它的叶片也有漂亮的花纹，还有辟邪的功效，可以驱除一切不好的气息。虎尾兰是否破坏风水，并不能一概而论，要看是否放在了合适的位置，放在合适的位置反而能旺运催财。除了健康运势外，有些人发现自家养的虎皮兰长时间不出新叶子，没有一点生长的变化，处在这种情况下的虎皮兰就是僵苗了。还有人养的虎皮兰叶片东倒西歪，不长还烂叶子，所以就把它拉入了黑名单。但其实虎尾兰非常好养，今天分享7个小窍门，让你的虎皮兰年年长新叶子，2-3年长爆棚。2、拯救僵苗的7个技巧。技巧1：及时剪去烂叶子。若是你发现家里的虎皮兰有很多不健康的叶片，比如说有叶斑的叶片、开裂的叶子、发黄的叶子等等，建议把这些不健壮的叶子及早清除，不要舍不得，一定要尽早剪除。早剪除可以减少养分的消耗，保留养分，促进新根的生长，根状自然就容易出新叶子。并且那些不健壮的叶子就是不剪也不好看，影响观赏，还不如剪去，看起来清清爽爽，让人心情好。剪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贴着底部剪，至少要保留老叶的3厘米左右，让它自然脱落，以减少细菌的感染。技巧2：1到2年要翻一次盆。盆栽花卉土壤的使用年限一般是2年左右，虎皮兰建议1年半左右翻一次盆，这主要是因为虎皮兰的根系的特殊性决定的。它的根系有2种，一种是粗壮的横向根，主要职责是孕育新芽；一种是纤细的毛须根，主要职责是吸收养分和水分。这2种根系都要求土壤疏松透气，具有一定的肥性，呈微酸性。盆栽花卉土壤使用1年半左右，里面的有机质及养分就差不多消耗殆尽了，若是再继续使用，就易粘连、板结，不利于虎皮兰横向根的生长，也不利于新的生长。给虎皮兰翻盆的最佳时节就是春天，建议温度稳定在20度左右就可以进行，
室内养的，建议早春时节进行，越早越好。翻盆的目的有3点：一是换上新的营养土，2是加入适量的底肥，3是分株或是换上一个稍大一些的花盆。翻盆前建议提前控水1周左右，利于土壤和根系的分离，减少对根系的损伤，同时准备新的营养土。脱盆之后的虎皮兰要检查根系，把不健壮的根系全部剪掉，然后用多菌灵兑成1500的水溶液，浸泡10分钟左右，取出即可上盆。上盆之后，浇一些定根水，放在散光通风处，一般7至10天即可浮盆，就可以正常养护。当年翻盆的虎皮兰，由于土好，底肥足，已经不施肥，当年也能大量出新芽，能及时好的解决僵苗问题。技巧3：栽种用小花盆。栽种虎皮兰不要用过大过深的花盆栽，上面已经说了，虎皮兰的根系有2种，一种是横向的肉质根，新芽就是从这些横向根上长出来的，横向根越粗壮，出新芽的几率就越高。还有一种根系就是纤细的毛须根，这些毛须根主要是用来吸收养分和水分的，它的长势对花盆没有太高的要求，但是横向根是横着生长的，所以不能用过深的花盆栽种，不利于横向根的生长，最好用口径稍宽的浅盆栽种，这样更利于根系的生长，也利于新的长出。技巧4：多晒太阳。虎皮兰是一种喜光的植物，但是也能耐短暂的半阴，所以养虎皮兰不能长期的养在光照不足的地方，要多晒晒太阳，保证有充足的光照，不但能促进它枝叶的生长，还能促进长新芽，还能减少病虫害的滋生。特别是在温度低的冬春时节，养虎皮兰一定要多晒晒，建议放在家里的南窗台或是南阳台。一天的光照时长不要低于4个小时，最好保证有6个小时以上，让它的枝叶进行充足的光合作用，转化成更多的有机质，才能多多的长新芽。很多人家里养的虎皮兰不长新芽，老叶也东倒西歪，不挺拔，就是因为光照不足造成的。俗话说得好，万物生长靠太阳，像虎皮兰这种喜光的植物，一定要多晒太阳，不可忽视。技巧5：春天松松土。春天的时候，若是你家的虎皮兰没有翻盆换土，建议给它松松土，以保证土壤的透气性。松土的时候建议小心一些，不要伤到它的根系。其实给盆栽花卉松土，不只是虎皮兰适用，其他的花卉也适用，一年4季皆可进行，毕竟疏松透气的土壤对花卉的生长极为有利。技巧6：施肥多用有机肥。虎皮兰根系的特殊性要求土壤一定要疏松透气性好，不然就算横向根上有新芽长出，新芽没有足够的力量，所以还没等长出土面就腐烂消融了。所以盆栽的虎皮兰施肥建议多用有机肥，少用化学性的复合肥，比如说可以1个月施1次腐熟的饼肥，营养均衡，肥效温和持久，还能改良土壤，保持土壤的疏松透气性及酸性，从长期来说对它的生长极为有利。春夏时节是生长旺季，我们若是想让它快速出新芽，可以再增施一些速效肥，比如说氮磷钾均衡的复合肥，以促进它快速的生长。但同时要注意，除了春夏时节，其他的季节施肥还是要有机肥为主。技巧7：合理的浇水。虎皮兰的根叶都有一定的储水能力，所以不能多浇水，土壤干一些，对它的生长有利。若是土壤过于潮湿，它的横向肉质根一直处在一个比较闷湿的状态下，它就容易出现烂根继而烂叶子的现象。所以养虎皮兰宁干勿湿，不要频繁的浇水。给虎皮兰浇水的频率一般是温度和当地的空气湿度、土壤的保水性、蒸发的快慢等来决定，一般是土壤湿度低于40%就要及时补水。春夏时节浇水频率可以适当的高一些，但盆内切记不可以积水，长期积水必然烂根，这一点不可忽视。若是你实在无法掌握浇水的频率，可以用手轻轻捏一下叶片，如果叶片已经发软或者暗淡无光的话，那么就是证明缺水了。看完本期内容，你会把虎尾兰拉入黑名单吗？会的请回复1，不会的请回复0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。最近天气炎热，还希望大家注意防暑，保重身体。
我们下期再见。